猴哥的72变大家都很熟悉啦，有的东西是用猴毛变化的。小时候的我就一直很好奇啊，猴哥到底拔了多少根毛？动画版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猴毛根数，于是我逐秒看完了整部《西游记》动画，并记录了孙悟空每次拔毛的时间、拔毛的根数、变换的物体和用途。毫毛根更能变，因物随心，大部分时候都有拔毛的动作展示。有时动画没有露出拔毛的过程，综合前后剧情判断，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毫毛的变化。《西游记》动画52集，悟空一共拔毛51次，平均大概每集拔一次。好家伙，还好只有52集。这51次里面变分身次数最多，12次一共变了37个分身。分身可以和哪吒干架，和妖怪干架，也可以360度全方位跪拜唐僧。小时候看这段太感人了，我现在看就觉得是次杨正是吧？变昆虫次数排在第2，变瞌睡虫把人催眠，变蛐蛐把目标引走，变苍蝇捉弄别人，变成人和动物猴哥驾轻就熟，变成各种物件更是信手拈来。猴毛变剪刀、绳子、葫芦、毛笔、锯子等等，甚至还用猴毛把朱子国王后变成了石凳，让我变成什么都行。等等，为什么是石凳子啊？不会是为了后面折磨八戒吧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猴哥，你真想得出让我背个石凳子回来？因为王后有紫金衣的保护，第一次变化还失败了，这也是全剧唯一一次变化没有成功。悟空拔毛51次，那就拔了51根毛吗？我发现每次拔的根数其实不一样，变成一个东西，一般1根毫毛就够了，有时候也会拔多根，比如变个老鹰就拔了3根，变树叶靠垫还拔了4根，要是变一堆东西就需要更多的毛了，变2把剪刀拔了12根，变出小猴子的这3次，每次用的毫毛数基本也是猴子数的3倍左右，所以拔毛数量大于等于变化物品数，这很合理吧？毕竟猴哥都是随便薅一把，不能真的一根根去数，妖怪也不给这个时间啊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特例，就是变成瞌睡虫的话，毫毛数是可以小于虫子数的，我猜可能是小虫子比较好复制吧。把所有毫毛根数加起来，悟空一共拔了293根，这些毫毛绝大部分是自己拔的，有2次被绑住是别人帮拔。唐僧用嘴从猴哥后脑勺啃下了17根毫毛。哎呦，好疼！咬到这么多，哦，太多了。谁让你咬下那么多毫毛？还有一次忽悠妖怪，自己的毛比黄金还要值钱，一把就薅了87根，变了199只瞌睡虫。这猴子不能要了，掉毛有点严重啊。这时候观众老爷们就要问了，猴哥拔了这么多毛，哪天毛不够了咋办？拔成秃猴了咋办？猴哥的毛还是很多的，原著中有毫毛84000根的须子，就算每次薅87根，那也能薅965次，平均每集薅一次，那西游记也能拍将近1000集，而且毫毛还可以回收使用，毕竟老猪就怕猴哥回收毫毛，让他用自己的4根猪鬃毛来补裤裆。这地方用自己的保险，否则你一不高兴把它收回去，叫我咋办啊？猴哥还能1根毫毛连续变化，提高猴毛使用效率，还是很节俭啊。其实毫毛薅多了也没啥，毕竟按猴哥的说法，我的毛长得比拔的还快，你收不光的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头顶，太羡慕了。就算毫毛薅得多，猴哥也不会盯着一个地方使劲薅。猴哥一般都拔哪些位置呢？能变小猴子的毫毛都长在后脑勺上，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后脑勺拔的。小猴子也的确是从后脑勺拔的，但是分身就不一定了。为了变分身，猴哥头顶拔过毛，左耳下方拔过毛，变成国王后就直接拔胡子啦，大概是王冠挡住了后脑勺吧。左耳上方的毛变过千里马，左脸颊的毛变过悬丝，右脸颊的毛变过绳子，头顶的毛变过瞌睡虫，看到了吧？悟空拔毛也不是可着一个地方薅，头上的毛还得雨露均沾啊。悟空除了用猴毛变化，还能够把其他某样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。动画中共有19次，这部分属于身外身法，也可以自己变化其他东西，这部分属于72变。动画里恰好72次，真是太巧了。所有的变化加在一起一共146次。悟空为保唐僧取经历经9981难，拔了这么多根毛，配合其他的法术和神通，甚至人脉的帮助，来对抗各种妖怪和困难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科学配置所有资源啊！沙僧就不会科学配置啊！整部动画沙僧向大师兄求救了8次，结果5次大师兄都被妖怪困住了。大师兄也有教不灵的时候，应该给沙僧穿上分散配置吧，分散风险才能走得更稳。沙僧特别依赖大师兄，大师兄说的对，但是唐僧很多时候偏偏不听大师兄，9次直接听信了妖怪，但是被白骨精就骗到了3次，应该给唐僧带上不听妖言塞。唐僧被妖怪抓走了，八戒就直接要散伙，散伙一共提了5次，这时候就应该给八戒送个长期持有宝持续充电。取经路上应该坚持到底，不能有挫折就放弃啊。11月14号到20号上支付宝搜索理财分，免费抽取经有方包，里面就有刚才提到的分散配置吧，长期持有宝和不听妖言塞。理财要学会1选2配3常识，不能有唐僧迷信妖怪，八戒随时放弃，沙僧只靠一人的坏习惯。600分以上就很健康啦，科学合理的配置理财分才能更高。今天我们算出了孙悟空一共拔了多少根毛，结论是一共293根，并对拔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。孙悟空还不知道吧？要不顶上去，让孙悟空看看。